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我们开启聊天模式，对最近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话题，我们一一分析。希望大家能够在留言区分享您对我今天讨论的话题的观点。在上期节目的结尾处，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在上期节目回答。今天我们先回应一下那个疑问。我在上期节目从不同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趋势，那就是中美关系直奔零点的惊人速度。但是中共海关总署3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2月出口同比增长 7%， 进口增长了 3.5%， 这些数据都远高市场预期。一方面，中国西方国家关系快速恶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贸数据在过去2个月的增长却远超预期，这两者表面看似乎是矛盾的。表面看矛盾，深入看其实不矛盾。首先，全球贸易有一个周期性，目前世界贸易再次进入需求增长的周期。疫情后，西方消费从物资消费转向服务性消费，造成西方商家库存大量增加，这使得世界货物贸易的需求下降。现在西方商家大量库存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世界贸易的需求因此在普遍提升。今年头2个月，不光是中国的外贸一家独秀，其实韩国、德国、台湾等这些出口主导的经济体，他们的出口也都是超过预期的。其次，中国今年头2个月进出口的高增长也是一个相对值，它得益于作为比较数据的2023年基数太低。2023年1、2月份中国的出口和2022年比其实是下跌了 7%。 第三，很多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贸易红火的数据可能很难持续。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5个月萎缩，而且新的出口订单连续第11个月减少。根据中国经济学者的分析，最近中国出口增长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中国商家大幅降价的结果。因为企业一旦停产，再启动需要很多钱，因此很多中国外贸企业为了维持企业能够运行下去，他们是拼命用压价的方式来拿订单。很多时候价格已经被压到了企业根本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地步。企业这样干唯一希望就是他们能咬紧牙关度过当前这个难关，以后可以再赚钱补上。但是这种企业运行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中国外贸企业为什么被迫走上用砍价来维护市场的境地呢？因为中国的出口市场现在是越来越倾向于穷国，倾向于那些对价钱非常敏感的穷国。屏幕上的这个图显示，在2023年中国出口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上相对贫穷国家的出口量首次超过了对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富裕国家的出口。大家知道，通常富人重质量，穷人重价钱，所以中国商家现在不得不在价钱上和人死拼了。这对中国商家来说是噩梦，对中国的整体产业质量升级其实也是一个噩梦。那么美欧日这些富国现在从哪里买东西呢？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另一个图是高盛银行的一个分析结果，它显示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在2023年底也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此前的20年，韩国和台湾向中国出口都远超对美国的出口，但是从2023年底，韩国和台湾向美国的直接出口已经开始超越了向中国的出口。过去20年，中国从韩国和台湾大量进口元件，然后向美国大量出口产品。现在数据显示，美国、韩国和台湾正在逐渐把中国这个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给剥离出去了。这2个图结合在一起，清晰展现出
中共国选择和主流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背道而驰，这个外交政策已经对世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又怪谁呢？促使富国放弃中国，促使穷国拥抱中国，在这方面，习近平过去这些年的国际政策居功至伟。中共时常选择性的把一些孤立的数据拿出来，高唱中国经济光明论。如果不深入分析，其实非常容易被他忽悠。其实看中国经济健康程度最关键的领域不是外贸，而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只要中国房地产还处于低迷的状态，中国经济从老百姓的消费到地方政府的债务都不可能光明起来的。中共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楼市在2月份再创一个历史记录，那就是中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 6.3%， 这是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布这个数据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这还是中共美化后的数据，真实的数据要比这凄惨很多。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好像是一个北京的中介，因为现在北京二手房买方砍价砍得太凶猛，他调侃的建议，北京目前二手房业主卖房谈判时，最好提前打好120，以防心脏病突发。卖方标价750万的房子，客户上来给的价是350万，结果业主误解了，说那首付350万也没问题。客户说我350万是全款。业主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先不说这视频的真实性，一个明摆的数据是，目前北京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接近16万套了，而2月份北京二手房才成交6393套，按这速度需要2年多才能把目前的挂牌量消化掉。而北京的情况还只是中国各地房价全面下跌的冰山一角，而且远远不是最糟糕的情况。近期中国房地产越来越糟的另一个标杆是万科。前段时间房地产领域暴雷或将要暴雷的都是单纯的民营企业，什么恒大啦、碧桂园啦。最近越来越多的网上消息显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万科眼看也不行了。万科和恒大可不是一类的，万科是靠中共的资金起家的，就是现在它最大的股东依然是中共资本。万科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目前拥有万科 29% 的股份，而地铁集团是深圳国资委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大企业，因此万科可以说是中共党产。而且万科的老总王石也是典型的中共红二代。王石的父亲王辉是王震359旅的下属，当年跟随王震带工程兵团南下开发深圳特区，后来任柳州铁路局局长。他的前岳父王宁是王辉的战友，官至广东省委书记兼省纪委书记。就是这样的所谓的中共根红苗正的中国最大房企，最近也传出要爆雷的消息。海外金融评级公司穆迪3月12日把万科的评级下调至 BA1， 表明它存在重大金融风险。仅今年前2个月，万科的合同销售额就下降了约40%。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出有关万科的更加细节的消息，显示中共针对万科这样的党国资本，不是像对待恒大那样看着它自生自灭，而是一直在全力救助。但是现在眼看中共对万科这巨无霸房企也快救助不了了。消息说万科的资金链出现了大问题。3月12日，这是穆迪下调万科评级的同一天，以中国工行为首的12家中国商业银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了800亿元，准备用来给万科偿还到期的债券，死撑万科不倒。但问题是，银行这边准备好了800亿贷款，他们只是要求万科给这笔贷款提供一些资产抵押，但是万科却一直没有提供用来抵押的资产。这不是万科不配合，事实是万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做抵押的高价值资产了。万科已经把3家悦榕庄酒店、
卖了4.8个亿，把他最好的上海七宝万科广场50%的股权卖了28.3亿。目前万科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可以再用来做抵押的资产了。中共这些银行想帮这个党产万科也是拼了。银行说，好，你万科没有值钱的资产抵押不要紧，只要深圳国资委愿意出面为你做担保就行。但深圳国资委表示无法担保，说万科的最大股东深圳国资委下属深圳地铁集团去年已经为万科支援了100亿了，对万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现在深圳国资委也没钱了，眼看万科销售和评级双双下跌，万科其他的债主，包括中国一些最大的保险公司，也开始坐不住了。以前谁会想到万科这样的巨无霸国有房地产企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很多债主买的都是万科抵押资产不足，但是利息收益率较高的那种债券种类。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万科要贷款还债，却已经没有可以用来抵押的资产了。如果未来销售再进一步下跌，那万科的资金链会随时断裂。所以很多中国保险公司都坐不住了，他们也纷纷要求万科对他们持有的债务追加抵押资产，或者是追加深圳国资委成为万科的债务担保人。他们威胁，如果万科不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可能会强制万科清算。如果把中国经济这些连锁效应看成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多米诺骨牌序列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现象是，未来倒下的还会越来越大。说起经济好坏，政府和经济学家第一关心的是一串数字，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日子过得如何才是最实在的。所以观察老百姓的经济行为，可能是一个更有实质意义的给经济把脉的方式。目前中国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中国人别说用钱生钱，就是财富保值都变得挺难了。现金放银行面对的是越来越低的利率，过去20年高回报的房地产投资现在已经进入快速贬值的轨道，而中国股市考验心脏不说，也是跌多涨少。这个问题对还没有太多财富积累的中国90后年轻一代尤为焦虑。最近世界惊奇地发现，在中国90后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理财现象，就是购买非常小块的黄金，俗称黄金豆。还有人分析，中国年轻一代对黄金豆和其他黄金饰品的热情，甚至成为刺激目前这轮世界黄金价格飙升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多个社会阶层的人开始消费降级。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一方面他们喜欢和习惯于消费，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的低迷，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这两个矛盾心理碰撞的结果，就是他们正在放弃仅仅为了享乐的消费，转而对黄金制品产生兴趣。而这些黄金制品被称为资产式珠宝。对年轻一代来说，黄金制品既可以用来做装饰品，满足他们想消费的需求，同时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保值的投资方式，给他们一种在投资积累财富的感觉。因此，黄金制品能够同时满足年轻人消费和投资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在过去几个月，黄金的魅力迅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蔓延。微博上一个年轻人为何纷纷投资黄金的话题吸引了高达9100万次的点击量。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黄金能保值的热议。中共数据显示，12月黄金、银和珠宝的销售额达到了6年新高，同比飙升了近30%。贵金属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年轻人喜欢金豆子的一个原因是，它价格相对比较低。金豆子通常只有1克重，大约每个600元人民币，因此没有太多钱的年轻人也买得起。金豆被视为中国年轻人的投资起点，成为中国珠宝店的热门商品。
在中国有3000多家珠宝门店的六福集团，他的一个发言人透露，中国新年期间购买黄金豆作为礼物和投资的热情达到了顶峰，连银行都加入了销售黄金豆的行列。招商银行在2023年下半年还专门推出了一个黄金豆套餐产品。中国俗话说，乱世买黄金。当一个社会感觉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时，黄金会热销。大家买黄金不指望用黄金生黄金，而是希望在极端的情况下给自己的财富提供一些保值。因此，买黄金是众多投资方式中最保守的一种。通常，社会上的年轻人对未来风险的容忍度要远大于老年人，他们往往是在社会中在投资上最敢闯的一个群体。现在居然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买黄金热，这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让国际惊叹，但这个社会现象也清晰展现出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种恐慌感，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共提供的各种投资方式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中共不允许任何人唱衰中国经济，只允许唱中国经济光明论。他们能编造一切统计数据，能够严控一切网络言论，但是让中共防不胜防的是，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真实感受却通过这些不起眼的黄金豆给泄露无遗了。万众瞩目的中共两会已经结束，外媒惊叹，一方面中共对2024年的经济发展制定了增长 5% 的高目标，但另一方面又没有看到习近平政府提出任何具体的实现这个高目标的路径。外媒这样的感叹其实很幼稚。习近平从来不担心他的统计数据，统计局会保证他2024年 5% 的增长目标能够实现。习近平真正担心的不是数字，而是中国人心的大趋势。如何能够牢固掌控中国人的人心，这对习近平才是最重要的。最近有人说中国网络出现了新三害，那就是莫言、清华和农夫山泉。在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他们被中国粉红打上了中国新三害的标签儿。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三个中国概念的主体其实什么都没干。莫言是中共作协副主席，长期在行动上主动靠拢中共意志。清华是习近平和众多中共领导的母校，是中国大学又红又专的标杆。而农夫山泉是一个在瓶子上都不忘和日本争夺文化遗产的爱国企业。但是他们现在都被中共粉红给打上了反华或不爱国的标签。中共驻巴西的总领事加入了对莫言的攻击，中国各地的大小商铺掀起了下架农夫山泉的声浪。网络上对这种言论和行为的声讨却是既少又弱。其中清华大学上榜的原因最离谱，理由是美国政府先前制裁了多所中国大学，却偏偏没有制裁清华。很多小粉红就说，这说明清华不够爱国。美国选择不制裁清华，就成为清华最大的罪。这得需要脑子进多少水才能想明白这个逻辑。所以说，这新三害是躺枪了都冤枉他们了。确立中国新三害的这些言论逻辑，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荒谬的问题了，已经是在赤裸裸的毒害中国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在愚民的问题了。有人把这称为是中国网络的反智现象，反是反对的反，智是理智的智。这是在有意在用爱国的概念摧毁中国人的基本理智和逻辑推理能力。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反智言论能在中国网络广泛流传，到底意味着什么？秦朝商鞅给秦始皇提出驾驭老百姓的5个办法中，第一个就是愚昧老百姓。对此，中共的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推崇备智。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毛泽东不但反复这么说，而且也在一直身体力行。
他鼓励的红卫兵运动，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都是在于民。当年他还准备选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洪文小学都没读几年，基本没任何文化。结果如何？老毛在死的时候，中国都被他牢牢控制在手里。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习近平当然知道这些。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有人说，如果中共不快速改善中国的经济，会出现执政合法性危机。我说这说法的前提是有足够多的中国人思考过执政党合法性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今年饿死3000万人，明年水库决堤淹死20多万，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大规模造反行动。中共的统治固若金汤，如果一个人的脑子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根韭菜，他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当一根竹竿用。对习近平来说，发展现代经济那多麻烦呀，在陕北梁家河一点没学过，而愚昧老百姓那可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轻车熟路的。目前中国从高等殿堂到互联网角落，无知与粗鄙的人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用无知与粗鄙攻击他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已经从上到下形成了社会氛围。有人说中国未来有危险进入文化大革命 2.0 版，其实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反智运动已经是在具体实施文化大革命的愚民精髓了。中国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不适合理智和有智慧的人居住，其中主要还不是经济上的原因，更多的是中共目前的有意推动的这个中国人的反智运动。我可以忍受每天粗茶淡饭，但是我很难忍受每天生活在不断上涌的粪池中。不过说起反智这个话题，我不得不说呀，当我环视我目前生活的这个美国社会，我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社会其实也涌现出了种种违背基本逻辑、违背人类理念的社会现象。因此美国也很难彻底对人类反智这个问题免疫。这其中具体现象有很多，今天在这方面我就不深入讨论了。但是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似乎真的是在整体走下坡路。下面还有些时间，我们来谈谈以色列战争的一些近况。目前以色列战争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在和哈马斯的战场上，以色列和美国是盟友，而以色列基本全面掌握战场上的局势。但是在战场以外，美国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政客和以色列的关系是越来越危险。在过去5个月，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描述。哈马斯军事武装在战前声称拥有24个营的兵力，目前这24个哈马斯营中的18个已经被以色列击垮了。在这个过程中，打死打伤超过21500名哈马斯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哈马斯的2名最高领导人，还摧毁了大量哈马斯的地道。大家要记住，以色列不仅要面对哈马斯在地面上的攻击，还要对付他们在地道中的伏击。与之相比，美军当年领导的对 ISIS 的摩苏尔的围攻，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消灭了5000名 ISIS 战斗人员。因此，西点军校城市战争研究主席斯宾塞称，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空前的。根据退役的英国上校肯普的说法，加沙的哈马斯战斗人员和平民的死亡比率大约是1比1.5。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城市战争中，战斗人员和平民的死亡常规比率是大约1比9。这说明以色列在努力减少对平民的无辜伤亡上是有明显成效的。特别是考虑到哈马斯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最大化加沙的平民伤亡，并以此作为哈马斯的舆论战的一部分。目前哈马斯仅剩的4个营的兵力基本都盘踞在加沙的最后一个城市哈法。攻下哈法将是以色列结束第一阶段战争的最后和最关键的一步。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政客开始公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生冲突了。此前拜登就说，如果以色列对哈法发动进攻，以色列将迈过一个红线。虽然拜登没有具体谈到以色列迈过他画的这条红线的后果是什么，但是
拜登居然用红线这个词来威胁美国的长期盟友以色列，这已经非常让人震惊了。3月14日，民主党参议员领袖舒默在一个演讲中居然呼吁以色列立刻举行新的选举，来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赶下台，并且说，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干，美国将不得不介入以改变现状。虽然舒默没有具体谈他所谓的改变现状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但他发出如此赤裸裸的呼吁，直接要求自己的盟友以色列更换他们现任的民选政府，这样的话着实让人震惊。虽然因为去年哈马斯发动的10月惨案，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问责的呼声很高，在未来的选举中他当选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策略上，大部分以色列人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同时对以色列军队攻入哈法全歼哈马斯主力也是大部分以色列人支持的。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它一整套体现民意的民主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舒默的言论就显得非常不理智。拜登和舒默之所以针对以色列发表这样的奇怪言论，主要是源于他们的选民基本盘。历史上对以色列的支持是美国基本国策，这一直是有两党共识的。但是在近些年，美国左派人群中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比例是越来越高，所以一方面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不愿违背美国的基本国策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这些民主党政客也不敢在这个大选之年完全忽略他们左派基本盘的态度。他们左右为难的结果就是他们目前展现的极端怪异的和自相矛盾的行动和言论。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美国目前这样的冤大头，两边出钱，两边援助，但是两边被人骂，被人恨。支持巴勒斯坦的人骂美国给以色列战争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是以色列的杀人帮凶，但是支持以色列的人也在骂拜登和舒默领导下的美国。以色列是一定要击垮哈马斯武装主体力量的，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是不可能妥协的。明知道这样，他们还在不同场合高调要求以色列干他们不可能干的事情，包括停止进攻哈法，并允许巴勒斯坦人建立巴勒斯坦国等等。他们这些说法是有实质危害的。拜登的要求正符合了哈马斯的谋划。哈马斯一直以来的计划就是用国际舆论来逼迫以色列妥协。拜登和舒默的言论只能助长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气势，同时是在鼓励哈马斯在和以色列有关释放人质的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此，一些支持以色列的人认为美国在给以色列解救人质的努力拔气门芯儿，在延长目前的以色列战争。当然，从根本上讲，拜登也是被他的左派阵营的反以色列状态在推着这样干。过去这些年，美国意识形态最大的变化就是左派阵营向极左的一路狂奔。这个趋势不但让美国出现了很多无解的困局，在割裂和分化美国社会，同时也给世界制造出很多困局。不过我也相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极左的趋势被抑制住，人类能够重新回归正常人的轨道。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